蔡咸水库的回报，让我们从陕北奔袭千里至此的疲惫一扫而空。不愧为千湖之省，收获足以让我们回味好一阵子了。可手竿过足了瘾，一旁早早打下的鸡竿却受了冷落。而对于划漂钓法来说，垂钓深远、寻觅大物本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接下来的垂钓，大毛不愿与蔡咸水库就此别过，转换重心，尝试用划漂寻找到更多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呢，在蔡咸水库这边有的水很深，还是想钓它大一点的鱼。因为很多钓友已经在这钓了有差不多1个月了吧，有的窝点呢就钓得很远。我们来了以后，还是主要是用手竿，但是呢，我也支了2只这个叫划漂吧。因为早上看他们江苏人用划漂钓得不错，我还是支一只划漂出去，看看怎么样。东北这次小赵过来，他也没什么事，我就准备把这个给他在那玩一玩。有一段时间没有钓划漂了，很多钓友还在问呢，问我们什么时候钓划漂。那正好这赶上机会了，我就开始钓了。你能看到，我们正常稍微钓体型大一点的鱼，我即使用双钩的话，我这2把钩子摆出来以后，正常都是差不多在1米了。为什么用这么长的子线呢？就是如果这上1把钩，尾巴上1把钩，它就不容易切线。划漂钓法，顾名思义，就是让浮漂可以在主线上滑动，最终可以固定在设定好的水深区间，钓到手竿所不能企及的深和远。这种钓法不止一次地在节目中出现过，且都有一个相通之处，就是为寻觅大物而来。而今天的使用，同样是为了蔡咸水库里不曾轻易出世的巨物而来，目的非常明确。况且手竿的钓获已经如此，更有威力的划漂钓法会让人失望吗？其实钓这个划漂啊，也是从哪演变过来的呢？就是从浮游击钓的那种感觉钓过来的。因为钓海钓的钓友他都知道，都是用阿波、用线档，有的是钓全游动的就不需要线档了，要钓半游动的，就是需要这种线档。线档控制阿波，你钓多深。所以我们现在就等于把海钓的这种运用到这个我们淡水的库钓里面来了，而且很奏效。因为怎么说很奏效呢？因为很多地方都是，尤其是北方，北方呢，它就是像平原水库，出去10米、20米，可能也只有1、2米深。如果出去10米左右的话呢，可能只有1米深，就漂都没办法站起来。这时候呢，我们用这种方法呢，钓到30米深、30米远或者40米远就可以钓它了。划漂的做钓方式介于手竿与抛竿之间，今天的钓法更像是简化且轻便版的抛竿，更多的时间就要花在等待上了。有了前2天满意的收获，心理压力自然小了不少。至少目前来讲，蔡咸水库的垂钓可以说是近乎完美的，只是如若能让鸡竿也有所收获，就是锦上添花了。毕竟1年中适合垂钓的时间就这么一段，此时不贪婪地享受这个时刻，更待何时？就连一路上耳濡目染的摄像大哥也开始了自己独特的垂钓。一段手撕线，绑钩挂上玉米，虽回鱼的方式有些狼狈，不过开竿即斩获一尾不错的草鱼，算是游钓路上一尾别致的收获了。而中午时分，当地钓友热情邀请我们共进午餐，在他的住所，我们才算感受到了钓鱼人对这项事业的热爱是多么的深沉。现在应该钓友们对这个都不陌生了，奖杯，冠军的奖杯。这位主人呢也是一个钓鱼的爱好者。我们中午呢正好呢就是在蔡咸水库钓鱼，郭总喊我们过来吃饭，正好呢就是有幸跟这家的主人吧，认识了。我什么时候能收藏这么多鱼啊？
但这个一看，真的，这就不是1天2天，能收藏到这么多。它不光是对这个钓鱼的这种热情、这种爱好，这也是这么多年的一种历练，慢慢的积累，这也是应该是岁月的积累吧。好了，先吃饭吧，吃完饭继续加油。因为呢，现在我看见远处啊，感觉到在我的窝的前面啊，有这个青鱼。我现在这只杆子呢是7.2米的杆子，我来打个远一点的杆子。因为我们每个啊都是有线档的，我这个大概现在是多深了啊？线结在这，大概有个7米多一点吧。我稍微钓远一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缓缓的，看这个山啊。它这个就不是前面不是太深，但是我还是尽量往前面钓一点。在钓友的款待下，再度恢复了十足的战斗力，而仍在兢兢业业工作的钓竿没有让我们失望，稳稳当当的咬上了今日的第一口。打了啊！赶紧把我这个收掉，把这个后边有漂了，收掉。赶紧把杆子收掉。你小后边有漂了，你把收掉再去把那漂拿掉就行了。反正看这个漂，因为我的线本身很细，我现在不知道这里面鱼多大，你知道吧？你不知道它多大，但是你要如果是一下给它看到亮光了，它就要发力，就往前冲就麻烦了。因为这块的鱼还可以，个体啊，他们钓了我看了一下，都在50-60斤重，大的100多斤。你看我这杆子这么细，真要是那么大的，真的，它现在摆头摆得很厉害。而且我这只杆子还是5.4米的杆子。这个鱼不溜筏了以后不抄它啊，因为抄它了以后啊，它鳞片啊怕鳞片掉，鳞片一掉以后啊，鱼容易那个。把那个伞拿掉，我马上到那个台子上去，站到那个让它往深水区好控。哎，把那个哎对，这样的话这边是水是深水，深水的话好控一点。好像看到我了，它看到我了。它的坏，这个鱼啊就不往亮光走，你看到了。我打到你这边看到亮光了。哎呀，怎么那么小这条鱼啊？啊，怎么那么小？但这个力量冲劲还是挺大的。真要是大鱼啊，它不这样冲，它很慢。哎呀，太小了，我都没劲了。但这个水质好，这个鱼啊，真的挺大的。用小抄网就可以了，不需要大抄网了。我还要让你上大抄网。哎呀，你别把我的窝子里面鱼搞走了。不要拖它，慢慢的进来。好，进来不要动啊，进来不要动，我过来帮忙，你不要动，要把它抬起来。不要动啊，我来把钩子下掉。这个鱼现在它不会动的，它自己现在是绝对不会动的。现在在里面，像这样的青鱼啊，你只要把它溜乏了以后，在水里面就可以把它钩子卸了。哎，好，不要蹦了。好。哎呀，你看这鱼鳍太漂亮了。它现在累喽，小东西。哦，这条差不多有20斤哦。叫你哥哥姐姐来吧，走吧啊！哎，走吧。划漂开竿，
个体相较于手竿的收获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并无之前的震撼。而像这样折腾几个来回，窝子里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有动静了。趁着间隙，自星海湖比赛结束后，一路跟随我们南下的辽宁钓友赵野，彻底释放了自己对划漂钓法的兴趣。大毛则毫不吝啬，倾囊相授。我看你哪个地方出错了啊？哦，你这哪个地方出错了，我就跟你讲了。你看我打杆子，我打完杆子是这个时候逮杆子，你打完杆子是这个时候逮杆子，是吧？我刚才看老是别扭，我打完杆子是这个时候始终是逮着杆子的，你打完杆以后，你这个时候逮杆子。啊，你再打一下，保证是的。打完以后，这个手右手抓杆，左手放掉。我是拉起来的。对好嘛，这个杆子尖子就是这个漂，你只要对到前面以后，你看啊，这手一捂，就可以调过来，把线呢主线就可以调过来了，把浮漂就可以调过来了。时间又在悄无声息地流逝，与其说是用窝料再次聚窝，不如说是用时间来平复鱼儿早些时候受到的惊吓。临近傍晚，本以为今天很难再迎来吃口，谁知冷不丁的一口，让幸福来得有些突然。所以刚才就打了一口嘛，我刚才看了就是吃了一口，对吧？刚才就顶翻了一下，我看到了，过来了不吃了。而且怎么一看我一看两个，你那个漂的，完了，把它往这边拧。别这样不要拧，没事，你不管了，我马上把它拎到深水。你别动它，我领到深水。你别动它了，我来领到深水，要不然把我这窝子给搅了。我来往这边领。应该也不大，我都觉得这个鱼应该也不大，它门径不是很大的门径。哎呦，太小了，这个鱼太小了，太小了，这个鱼，怎么能有这么小的呢？啊？它怎么有这样小的苗子啊？是目标鱼，但是太小了，太小的可怜了。不行，把我那个拿过来，我的旁边不有个钳子吗？好了，走吧。好，走吧。直接走了。还让我们激动一下，我把两只竿都收了。哎呀，不是，我真的是渴望钓大一点的，因为看到你们钓的，他们发了个照片啊，有很多大的。我给张照。现在涨水，你看这浮台整个都淹了。当时我的浮台在水上面，我呢现在还是想，因为这边窝子上了2尾，但这边一天动都没动，而且这边关键是老是挂底，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够到。因为现在呢，我这边的杆子呢，就是窝子打的稍微远了一点。我现在还想下水看一下，看看浮台往前搭一点吧，往前搭点试试看行不行，我来看一看。水位的迅速上涨，可能对垂钓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如若鱼儿适应了水深，则相反是个好的信号。水降1寸，鱼退1尺；水涨1寸，鱼进1米。当然，这种状况只会出现在水位稳定之后。可这一等，没想到竟是1天1夜。涨水后，便彻底失去了鱼儿的踪迹。划漂寻求更大突破的想法，更是无从谈起了。情况一直持续到了第3天的清晨，沉寂许久的浮漂，突然出现了下顿。来，看好了啊！来，好，这个杆子收掉。
哦吼，在摆头了。哎呦，坏，刹不住。那个赶紧拉着船，快，马要清背了。这头摇回来吧，只要能摇回来就行了。它这里面的鱼啊，劲特别大。3号线，钩子也不大，线也细，就不敢给它。你看腰线的声音。好，别过来了，就靠边，靠这个旁边。它这个地方的鱼啊，真的特别有力。哎呀，主要关键是线太细了，线。哦，好，不要踹人家地。往上面站，往上站着梗着，不要踹人家地。我的妈！就在摆头，你还冒了个泡，你看那泡多大！还可以这条还可以，这条真的还可以。昨天我就说了嘛，核潜艇进窝了，这就是我所谓的讲的核潜艇，就是它。就像我讲的样子，没有烧网，溜发了以后把它钩子摘了。所以用单钩，现在我底下很多地方我都看到有树枝了，我慢慢的从树枝这绕，不会有事。如果是用的是双钩的话，估计也可能已经切线了。这个鱼啊，一会半会，这个的鱼，昨天我钓了小鱼，我就能感觉到，一会半会啊，它的力量不会卸掉的。但今天他们怎么没有把抄网带过来？真的是给我增加难度了。哇！哎，它这一吐泡就快了，刚才吐了几轮泡了，它一吐泡啊就快了。所以今天早上起这个大早啊是有必要的呢。早起的鸟儿有虫子吃啊，它就是早晨这段时间好，超过这段时间这个鱼啊，现在不翻你根本没办法搞它，只有等到它翻了再搞。它不翻肚子，不彻底翻了，我就不会搞它的。只要让它彻底翻，现在看不出来，反正比昨天的鱼2个大都有了。它现在就跟猪一样不动了吧，小猪一样。好，我来把它调到这边来，调到浅水来，调到浅水了，我来。
拉好杆子，好，拉好，锯好杆子，锯紧了。来，啊，秤带到秤不上，我最大40斤，这个称不下。这个，哦啊，哦，大概有60、70斤。哎呦，肯定得缓过来，一定要让它缓一会，多缓一会它容易死。缓过以后就钓鱼。这不是掠食性的，我们在那个泰国钓那个鱼，啊，它要走了，好了，啊，要走了是吧？要走了是吧？好，好，慢慢走吧，好了。这位渔获充分说明了坚守才是寻求大物的唯一法门。又是遛完大物之后的后遗症，水面再度恢复平静。然而，就在我们想要再度聚窝，复刻这光辉一幕的同时，一位当地老者的出现，让垂钓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真的是很无语。我们钓得好好的，在这已经钓了3、4天了，那直接就完，从我们的整个杆子，包括我们的钓台、钓箱，所有的地方拦了一道网。其实我们的自然水域钓鱼真的是这样情况经常碰到。你在这钓好好的，可能他电网就在用电来电了，但是现在是当我们的面跟他讲都不行，啊，就是非得在我的下，而且碰到我的网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跟他说的没多大意义，所以还是平静一下心情，不行的话我们就撤。在钓竿沿岸下网，当地老百姓看来是想送客了，谁让我们还意犹未尽呢？不同的需求让我们双方站在了对立面上，这样的境遇我们无法分辨对错，只能协商看是否有迂回解决的方式。然而，由于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老人家也颇为抵触镜头，我们这群外来汉也只好收拾行装，不再去打扰这本该属于他们的传统和宁静。